特朗普大发善心，赦免加密货币之王赵长鹏。赵长鹏也不甘示弱，直接承诺把美国打造成全球加密货币之都，就差直接拜为义父了。不过有精明的网友可能发现了，这件事儿远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早在之前两人之间就传出一些似是而非的捞钱行为，现在更是装都不装了，直接搬上了台面。有网友直接猜测，这是要帮助特朗普收割所有币圈玩家呀。还有网友直击懂王内心，他当上总统大概率就是为了炒币和炒股，你觉得呢？这两人是在玩什么把戏？在我看来，这次赦免根本不是什么良心发现，而是特朗普和美国被逼到墙角后的一次彻底妥协，是一场他们实在输不起的战争。为啥这么说？咱们看看美国这几年在加密货币这事上干得有多拉胯，内部简直乱成一锅粥。SEC 证监会和 CFTC 商品期货委员会俩部门天天打架，都抢着要管 DIP2，但用的全是几十年前的老法律，搞得企业无所适从。这就好比你想用交通法去管太空飞船，完全不对路，结果就是最优秀的人才和最聪明的钱全跑路了。新加坡、阿联酋等人家政策清晰，张开双臂欢迎，数据不会骗人。2025年从美国搬走的加密公司比往年多了40%，人家新加坡和香港的合规交易所数量已经反超美国了。特朗普能不急吗？再这么内耗下去，数字金融这个未来战场，美国就要彻底出局了。那怎么办？自己从头搭建一套体系来追赶太慢了，特朗普等不起，美国也等不起。这时候他们眼前就摆着一个现成的最强的解决方案：赵长鹏和他的币安。这可不是我吹，币安在全球有 1.5 亿用户，每天小1万的全球交易都在它上面进行。他自己开发的 BNB 链更是承载着几千个应用，已经是这个领域的水电煤一样的基础设施了。打个比方，特朗普想快速建好加密货币之都，靠美国自己就像用锄头挖运河，而币安就是一艘现成的马力最强的巨型挖掘机。面对这样一个你既打不死，因为他已经无处不在，又极其需要的对手，最实用的办法是什么？就是招安。别谈什么主义，都是生意，这不是仁慈，这是绝对的实用主义。而且这里头还有特朗普自己的小算盘。2024年大选，加密行业给他的盟友塞了超过2亿美元助选，这是真金白银的投票。赦免老赵就是巩固他自己的基本盘，同时还能狠狠打击民主党官僚僵化、阻碍创新的形象，把这事件包装成一个创新英雄沉冤得雪的故事，这政治收益太大了。更有意思的是，特朗普自己的家族生意世界自由金融公司发行的稳定币1美元想流通，很大程度上还得依赖币安的生态。2025年，这公司给特朗普家族赚了5000多万美元，这里头有多少是和币安有关的？所以你看，这更像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交易。特朗普给赵长鹏法律上的清白，赵长鹏还给特朗普技术拥护，还有实实在在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当然，这么干肯定有风险。民主党那边像伊丽莎白·沃伦早就开骂了，说这是权钱交易的赤裸裸范例。币安以前在反洗钱上确实有漏洞，这也是事实。但特朗普团队评估下来，觉得比起彻底输掉加密战争这个无法承受的后果，容忍与合作带来的风险是相对可控的。他们甚至可能觉得，把币安和赵长鹏拉过来，还能在对抗中国数字人民币的全球扩张中多一张牌可以打。所以结论是什么？在我看来，特朗普的赦免令本质上就是美国在发现自己快要输掉一场关键战争时，不得不和战场上最强的军阀结盟。什么规则，什么面子，在巨大的战略利益面前都可以先放一放。这告诉我们一个最现实的道理：当你手握足够重要的筹码时，曾经的敌人也会毫不犹豫地为你敞开大门。不过赵长鹏也不是吃素的，我觉得这恰恰是他下的一盘大棋中最精妙也最狠的一步，以退为进。他根本不是去投降的，他是拿着赦免令当入场券，终于挤进了他梦寐以求的制定游戏规则的核心房间。还记得老赵那句名言吗？财富自由的最高境界是掌握制定规则的权利。这句话就是他整个人生的行动指南。他当初创办币安，就是在传统金融体系外面自己另立山头，搞了一套新规则。但2023年挨的那一记闷棍，让他彻底明白，光在外面搞颠覆不行，人家掌握暴力机器的庄家，随时可以把你桌子掀了。所以你看，他在加州监狱那4个月，人家自己都说了，不是在服刑，是在等待风向转变。他早就把世道看透了，总结出一句金句：当他们无法消灭你时，就会来利用你。果然，特朗普的赦免邀请就来了，完美应验了他的判断。美国发现，既然打不垮币安这个全球最大的加密生态，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收编，变成自己的武器。所以老赵顺水推舟接受了。表面上看他赢了，个人污点洗清了，币安回美国的最大障碍扫除了，
但这点蝇头小利根本不是他的目标，他真正想要的是那张通往美国金融权力的核心的入场券。以前他是站在华尔街大门外嚷嚷着要革命的挑战者，现在人家请他进去，坐到谈判桌前，一起商量美国未来的加密货币该怎么监管，规则该怎么定。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他可以把币安的上亿用户、顶尖技术还有庞大的生态直接变成他的话语权。他不再是规则的破坏者，而是规则的联合制定者。这一步棋比他单纯在法庭上打赢官司不知道要高到哪里去了。那他喊出帮助美国成为加密货币之都的口号，背后又藏着什么算计？首先，这简直是绝佳的危机公关和品牌重塑。赦免令一下 ，BNB 价格应声上涨，市场信心一下就回来了。而且有了美国政府的官方认证，币安在去欧洲、亚洲跟当地监管机构谈的时候，腰杆能挺得多直，相当于拿了一把尚方宝剑。更深远的是，他这是在给整个加密货币行业接入传统金融的巨型血管搭桥，通过帮助美国这个拥有最大资本市场和美元霸权的国家构建加密生态。他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币安帝国，也为整个行业打开一个前所未有的巨量市场。有消息说，他已经在筹划币安美国 2.0， 甚至可能和特朗普家的生意搞合作。这样一来，币安的未来就和美元数字货币的命运死死绑在了一起。老赵实际上是在影响全球资本流动的新规则。这一连串的操作充分展现了一个顶级企业家的核心特质：深谋远虑和冷酷耐心，能忍下4个月的牢狱之灾，能交出天价罚款，能在外界看来最落魄的时候保持沉默，这得有多强大的心脏？呼吁后他也不急着蹦的，而是沉稳的见政要，参加论坛，姿态完全变了，从过去的锐利进攻变成了现在的沉稳布局。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看的根本不是一城一池的得失，他打的是一场持久战，他的目标是最终的规则制定权。之前的服刑和妥协只是他宏大剧本里必要的一章。虽然这两人都有自己的小心思，但是也不妨碍两人有共同的敌人，就是那个传统的由华尔街精英们把持的旧金融体系。这简直是一场现实版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那他们联手最害怕的是谁？就是华尔街那帮传统的金融大鳄们。特朗普这一通操作，赦免赵长鹏又支持加密行业，实际上是在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美国对加密的政策要从拜登时代的严防死守，转向我特朗普时代的大力扶持了。这意味着政治权力和加密资本这两个以前互相看不顺眼的力量，开始尝试联手，要去冲击传统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霸主宝座了。他们的目标是试图一起打造一个由新技术驱动，而且能被他们自己影响的新金融体系。所以这里有一个特别现实的逻辑：当一股新的力量壮大到旧体系没法轻易吃掉它的时候，旧体系内部的反对派就很可能会和这股新力量结成同盟，一起去冲击现有的权力格局。这场合作的影响绝对会远超他们两个人未来全球的金融秩序，很可能就因为这次看似不可能的握手而被彻底搅动。那这场合作对美国来说是福是祸？特朗普想靠着吞下币安这剂猛药，快速成为加密世界的首都，这想法很诱人。但这就像请来一个绝世高手当保镖，你确实安全了，但也得时刻提防他会不会反过来把你给控制了。美国为了让币安帮自己打天下，很可能不得不让出一部分制定规则的权利给老赵这个深谙此道的内行。万一玩脱了，就不是美国利用了币安，而是币安借着美国的壳重塑了全球金融的规则。这其中的政治风险也极大。民主党那边已经骂声一片，下次换庄稼，这合作说翻脸就可能翻脸。那对赵长鹏呢？他这步棋走得极其凶险，但也可能一步登天。他这是直接走进了罗马帝国的心脏，想从内部改变这个庞大的体系。成功了，他和币安就彻底洗白，从规则的挑战者升级为新规则的联合制定者，名垂青史。但风险在于，政治这玩意儿翻脸比翻书还快。今天特朗普是他的护身符，明天就可能变成催命符。而且跟美国绑得太死，可能会让币安失去在全球其他市场，尤其是在中美之间保持微妙平衡的灵活性。所以你看，表面上是美利坚和赵长鹏的双赢，但实际上这是一场充满变量的豪赌。我个人觉得，短期的赢家可能是加密货币本身，因为它借此大大加速了主流化的进程。但长期的隐患也出现了，我们曾经向往的那个去中心化、打破垄断的金融理想国，会不会最终只是换了个主人，从华尔街的旧神变成了新的、权力更大的资本与政治结合体？所以真正的赢家还没定。这场大戏的高潮取决于3点：美国能不能驾驭币安这头猛兽而不被反噬，赵长鹏能不能在政治漩涡中既拿到好处又保住独立性，以及全球监管能不能跟上他，别让这场创新变成一场新的混乱。
一句话，未来金融规则的书写者一定是那个最能玩转技术、资本和政策这三方游戏的人。这盘棋才刚刚开始。